我女儿最近特别反常，时不时的就跟我说：“妈妈，爸爸挣钱不容易，你不要天天买护肤品，乱花爸爸的钱。”刚开始只是觉得童言无忌，没当回事，直到闺蜜给我发来一段视频，视频里，女儿顶着40°C的高温，在小区的垃圾桶里艰难地翻着垃圾，瘦小的身体拖着一个巨大的蛇皮袋，累得满头大汗。不远处的树荫下，婆婆举着遮阳伞，手上拿着女儿的小风扇，一脸惬意。见状，我气得肺管子都要炸了。前几天出差，婆婆就是这样帮我带孩子的，气得准备杀回去找婆婆算账。刚请完假，就接到老公打来的电话：“快来儿童医院，女儿生病了。”我匆忙赶到医院，女儿已经从急诊转到儿童呼吸科，高烧未及时干预，等发现时已经发展成肺炎。按照医生的说法，女儿至少烧了2天，若不是老公和我再三保证，她跟婆婆能照顾好女儿，我也不会安心出差。见我进门，婆婆阴阳怪气地开口，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带孩子的，动不动就发烧，天天来医院多遭罪，哪像我们那个时候，带的孩子比牛都壮，偶尔有个头疼脑热，喝点了水就好了。她还有脸说。我正准备反驳，女儿突然醒了：“妈妈！”软弱的声音听得让我心碎。可别怕，妈妈在呢。女儿起身后，伸手就要去扯针头，察觉到女儿的异常举动，我连忙制止她：“可，你干嘛？”女儿哭着呜咽道：“妈妈，我不要看病，爸爸赚钱太辛苦了，医院看病都是骗钱的。我们不要被医院骗钱，回去喝点热水就要了。”我愤怒地扭头看向婆婆：“这些都是你教她的。”婆婆怒气冲冲地反过来教育我：“我这是在锻炼她。伟明就是我最成功的例子，若是没我的教育，伟明能有今天的成就？在我们村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夸伟明优秀，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。”老公被点名，附和着点头：“雨欣，女儿确实被你养得有些骄纵。”我生气地把手机里女儿捡破烂的视频递给张伟明，让女儿跟乞丐一样去捡破烂，就是你们老张家的优良教育吗？张伟明脸色一僵，随后解释道：“我妈也是为孩子好，不想女儿太矫情。”见有老公撑腰，婆婆态度越发嚣张：“慈母多败儿，我们老张家的好苗子都给你祸害了。”我算看明白了，有些人从骨子里就烂透了。我压下怒气，故作配合：“可能真的是我太矫情，人还是得多磨练，适当吃点苦才好。”听我这话，婆婆得意地笑了笑，老公也跟着满意的点头：“这么喜欢没苦硬吃是吧？那我若不能满足他们，岂不是太对不起人家？”女儿在我的精心照顾下，很快便痊愈出院。连续几夜的照顾，我实在没力气做饭。问女儿想吃点什么，我下楼去买。说话的时候恰好被婆婆听见。婆婆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不懂得过日子，浪费那钱做什么？”我煮了饭，过来吃吧。我一脸震惊地走上前，这才发现餐桌上摆着发黄的米饭、蔫了吧唧的青菜和咸鱼。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咸鱼是女儿住院前煮的，到现在都1个多星期了吧？似乎看出我的介意，婆婆凄了一声阴阳道：“咸鱼放不坏，越放越下饭，好吃得很呢。”我冷下脸，抱起女儿：“妈，这好东西你留着享受吧，她那么喜欢，就全留给她吃。”我关上门后，都能听见门内婆婆嫌弃的咒骂声。吃完饭，女儿还得吃药。我们第一时间回到家，快到门口，就听见婆婆的大嗓门。她闲着没事，就喜欢拿着手机跟老家的姐妹视频，音量都是调到最大，
隔着门都能听清楚他们的对话。桂芬，你孙女病好没？婆婆扯着嗓子道。赔钱货还矫情，洗个冷水澡都能发烧，跟他妈那贱皮子一样，都是花钱的货。我僵在原地，一股冰凉从我脚底心不断往我脑门上窜。所以女儿发烧并不是意外。没等我听清，对面因为有事挂了视频。我思索了1秒，抱着女儿再次下楼，在楼下的小公园里，我询问女儿前几天的状况。5岁的女儿眼神懵懂地看着我，奶奶教我洗碗、拖地还有洗衣服。奶奶还说燃气费太贵了，用冷水洗澡不仅能省钱，还能锻炼身体。将来妈妈要是给可可生了弟弟，可可就得会做这些，不然大家都疼弟弟，不要可可了。我的心瞬间如针扎一般刺痛。我不知道我出差的几天里，女儿到底受了多少苦，压下满腔的愤怒。我生怕会吓到女儿，小心翼翼地询问她：爸爸知道奶奶教你洗碗拖地吗？女儿乖巧地点了点头。爸爸夸宝宝能干。我的心跟着沉了下去，心间最后一丝光彻底熄灭。我带着女儿回到家，刚进门就听到婆婆的冷哼声，就知道花钱。我没回应，走进厨房给女儿调药，扔药袋的时候，却在垃圾桶里面看到之前餐桌上发黄的米饭和咸鱼。我冷笑，看来这些苦只是给我们母女吃的。喂完药，将女儿哄睡后，我搬出笔记本电脑在客厅工作。这几天照顾女儿，耽误了不少工作，等做完都是后半夜了。我收拾完电脑，恰好撞上半夜起床上厕所的婆婆。我特意叮嘱她：妈，我电脑放沙发上，你别动，等明天起来我再收拾。婆婆不屑地撇嘴：破电脑有啥好动的？我又没闲得慌。第2天起来，我走到客厅，准备收拾电脑去公司。拿起电脑的瞬间，就察觉到不对劲。我张口问道：谁动我电脑了？上面怎么都是水？婆婆凑上前笑了笑：我看你电脑上都是灰，拿湿布给你擦一擦。我转头怒视着她：电子产品能用湿布擦吗？这上面全是水渍，多的都够倒出半杯来了，你直接拿水龙头去冲的吧。婆婆眼底闪过一抹窃喜，然后委屈巴巴地解释：我这么大年纪，哪懂什么电子产品，我就是看电脑脏了，好心帮你。我气得大吼：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？现在电脑开不了机了，我熬了一晚上的工作全没了，你就是这样好心帮我的吗？婆婆呜咽地哭着。老公听见动静急吼吼地赶来：不就是电脑坏了吗？你对我妈大呼小叫做什么？她好心帮你，还被你埋怨，谁让你平常不爱干净？要不是看你电脑那么脏，我妈会给你洗一下吗？自己东西不放好怪谁？见我没回话，老公又来撑腰。婆婆的气场瞬间不一样了，摆出长辈的架势来训斥我：你昨天能熬夜做出来，今天再做一次也能做出来，就当是多个练习的机会。年轻多吃苦，以后才能享福。我故作惊讶地指了指沙发的角落：哎，这时掀开沙发上靠枕，我将下方的电脑抽了出来。哦，原来我的电脑在这呀。那这台是我跟他的电脑是同个牌子，外观上看起来也差不多。老公的脸上出现一抹惊慌，他快速拿起电脑，随后爆出一阵尖锐的鸣叫：妈！张伟明气得脸都要扭曲了。在确认电脑已经死机打不开后，他愤怒地朝着婆婆怒吼起来：妈，我1个月的辛苦全都给你搞没了，我那项目马上落地，这策划案没了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张明伟最近接了一个项目，若是做得好，不仅年底奖金翻倍，还有升职的机会。刚才腰杆还挺得直直的婆婆，眼下跟犯了错的鹌鹑一样，
缩着脖子没了声响。我冷眼瞪着老公怒骂：妈一把年纪来帮我们带孩子，你不感恩就算了，怎么还对他大呼小叫的？你再做一份不就好了？就当是多个练习的机会，年轻多吃苦，以后才能享福。张伟明试图辩解，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说出辩解的话来，最后气呼呼地抱着电脑离开。苦难教育才开始呢，他们就等着瞧吧。为了避免女儿再被婆婆祸害，我将女儿送去爸妈家。婆婆得知这几天不用带娃，高兴的嘴角都咧到耳后根。自从上次祸害了张伟明的电脑后，婆婆像是找到借口一般，索性什么家务都不做了，每天瘫在沙发上刷小视频，跟老姐妹聊天。我这苦难教育才开课，这两母子怎么能下课？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我提了一大堆礼物回来，还带着2个榴莲。婆婆见状又撅着嘴：伟明工作多累，一天到晚就知道乱花钱，感情这个家就他儿子一人辛苦工作，儿媳妇都是摆什么？压着心头怒气，我笑着开口：妈，这些都是中秋公司送的。今天我领导还当众表扬我，给我发了3000的鼓励奖。我献宝似的将其中1颗榴莲送到婆婆面前，这还得感谢你呢。婆婆一脸诧异，感谢我什么？多亏你天天念吃苦精神，所以我感冒还坚持上班。领导夸我带病上班足够敬业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我，还说下季度若是我业绩达标，给我升职呢。婆婆盯着手中的榴莲喃喃自语：还有这样的好事？我笑着走开。晚餐的时候，见张伟明皱着眉，我故意开口询问他：升职遇到障碍了吗？张伟明不耐烦地点头：有点小麻烦，反正你也帮不上忙，没事别问，惹我心烦。我耐心开导：你们那领导真的是年纪大了眼瞎心盲，难道他都看不到你为这项目付出了多少吗？你得把你的辛苦在领导面前表现出来，让他感觉到才行呀。张伟明一脸不耐烦：这是光说就有用的吗？跟你说了也是对牛弹琴。说完他就开始生气，撂下碗筷气呼呼地离开。我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男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看不到就多表现呀。婆婆扫了我一眼，又将目光转向张伟明离开的方向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我下班回家，便看到瘫在沙发上面色苍白的张伟明。看见我，他的眼神就跟看见仇人一样。看你干的好事，我要被你给害死了。我一脸茫然：你什么意思？张伟明气呼呼道：让你瞎嘚瑟，买一堆临期食品，害我吃坏肚子，你知不知道对我造成多大影响？我气笑：你可别乱栽赃，临期食品可不是我买的，全都是你妈买的。我当时劝阻过她，你不是说你从小都这么吃过来，也没吃出毛病，嫌弃我太金贵了，怎么今天又换一副嘴脸？婆婆不爱去大超市，喜欢到楼下的临期折扣店买东西。我告诉过她，现在天气热，买临期食品存在一定风险，她非但不听，还嫌弃我不会过日子。张伟明气得骂骂咧咧，嘴里不断叫骂着：我都要被你害死了。他老糊涂，你也跟着老糊涂。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当着全公司的面有多丢脸？就因为拉肚子，这次升职是彻底没戏了。你现在高兴了？争吵间，婆婆恰好进门，她笑眯眯地走到张伟明身边，满意地望着他的脸：儿子，今天拉肚子了吧？领导是不是表扬你，说你吃苦耐劳特别勤奋？张伟明反应过来，诧异地看着婆婆：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拉肚子，你怎么知道？婆婆高兴道：我在你早上喝的牛奶里加了点巴豆粉，你领导看你带病上班很高兴吧？
张伟明愤怒的脸瞬间皲裂，婆婆还在喋喋不休，等着张伟明夸奖她。张伟明气得挠头，随后对着婆婆破口大骂：“妈，你一天到晚不犯蠢就浑身不舒服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？就因为那点巴豆粉，害我在全公司同事面前拉肚子，现在我就是一个笑话。别说升职了，工作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。”被怒吼一番，婆婆愣在原地。儿子，妈也是想帮你，妈心疼你的努力没有被领导看到，我就加一点点。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我静静地坐在一旁暗笑，那么点巴豆粉可没这么大的威力，再加上一颗减肥利器小药丸就不同了。那玩意一吃，放屁都是灾难，升职希望破灭，还成了全公司的笑话。这可把张伟明气惨了，大骂婆婆一通，说要把她送回老家。无论婆婆如何哭闹，张伟明态度都很坚决，板子只有打在自己身上才会知道疼。可令我意外的是，次日原本闹得不可开交的两母子，又开始上演母慈子孝。张伟明非但没臭着脸，还送了一只金镯子给婆婆。婆婆一早就带着金镯子跟我显摆，看看我孝顺的好儿子，不仅给我买金镯子，还夸我是他的福星呢。她笑得满脸褶子，完全忘记昨天嚎哭时的模样。没多久，我就从监控里了解到两母子世纪大和解的原因。张伟明昨天原本打算抛售手里那些股票的，没想到因为拉肚子错过了退场的时间，今天突然迎来大牛市，他买的那只股票暴涨，让他大赚了一波。他还真是好运气，几年难得一次的大牛市都能让他碰见。监控里，婆婆生怕我知道张伟明赚钱。男人口袋有钱才是一家之主，你那媳妇花钱大手大脚，你可得防着点，不能让她知道。张伟明一脸得意：“放心吧，苏宁傻着呢，哪有脑子惦记着我的钱？有了这些钱，我可以买份大礼送给老板他小舅子，到时候让他替我美言几句，我的升职就有希望。以后苏宁敢惹你不高兴，我就把他休了。”他那一脸轻蔑的模样，令我心如刀绞。是我眼瞎，看错男人了。下班回到家，刚推开门进屋，婆婆像是受惊的猫一般，整个人弹坐而起，手忙脚乱地将盒子往身后藏。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现的样子，径直走向厨房喝水。见我没问，婆婆明显松了口气，又摆高了姿态，用鼻孔对着我说话：“今天回来的挺早，你去把饭做了吧。”我冷着脸：“做不了。”婆婆瞬间把脸拉得老长：“就叫你做个饭，怎么就做不了？你是有多金贵？”我抬眸盯着她：“妈，如果你身体真的不舒服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中介，花5000请个保姆回来，这样你也可以回老家好好休息。”听我提到钱，婆婆立刻闭嘴，不情不愿地朝着厨房走去。婆婆可不是免费帮我带孩子做家务，每个月我都会给她转5000当辛苦费。既然她什么都做不了，我还不如用这钱请保姆。有了金钱警告，婆婆老实了一些。半个小时后，她敲门让我去吃饭。我刚坐下，门铃声响起，婆婆开门接过外卖，进来就给我摆脸色：“我都给你煮饭了，你怎么还浪费钱？节省点行不行？不是我点的外卖。”我否认完，当着她的面打开外卖袋，露出一套做工精良的黄金3件套，美得让人晃眼。婆婆当场发飙：“苏宁，你嫉妒伟明给我买金镯子，你就说，干嘛要这样乱花钱？家门不幸呀，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败家媳妇？”我懒得理她，拿着金饰对着镜子试戴，刚准备戴项链，闺蜜的电话就来了。我摁下免提，听筒内传来闺蜜的声音：“宁宁，
我送你的黄金3件套收到了吧？我有些惊讶，你中彩票了吗？怎么突然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？闺蜜说，哈哈哈，你也没发现吧？这可不是纯金的首饰，是金包银。你那3件套算下来才1000多块钱，里面黄金的含量不到2克。我满脸惊喜，这可真是太划算了，还真是一点破绽都没有。我们聊天间，婆婆也拿起桌子上的金镯子仔细端详，下一秒，她居然把金镯子塞进嘴里猛咬了一口。我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崭新的金手镯上多了4颗牙印。婆婆惊喜道：“现在的工艺就是好，这假的做得跟真的似的。”我撇着怒气，笑着开口：“妈，要不你也买2套，用来日常搭配衣服，反正只要不送去鉴定，也没人知道是假的。”婆婆笑着点头，着急着让我把联系方式推送给她。下班到家，就见张伟明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打游戏，茶几上放半个西瓜，西瓜籽吐得到处都是。婆婆在一旁刷视频，家里半点烟火气都没有。知道我回来，张伟明头也没抬就问责：“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赶紧去做饭，我们都快饿死了。”这几天时间的沉淀，我以为我已经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，见到这一幕，我还是忍不住爆发：“吃，怎么不吃死你？”张伟明噌的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他双眸瞪圆，怒视着我：“你抽什么风？让你煮个饭就这么难吗？”我卸下背包，狠狠朝着张伟明砸去，用尽我全身的力气。张伟明被砸得哇哇乱叫。打爽了以后，我潇洒地站起身，不屑地逆视着张伟明：“还想等着我做饭给你吃？吃屎吧你！”他气得手都在发抖。你泼妇！我理都不理他，直接走人。出了家门后，打车去了最近的商场。当初张伟明跟我求婚时，给我了一张他信用卡的附属卡，他给的时候霸气万丈。我一查额度才刚刚破万，可那时候还是被他感动了一番。现在回过头来想，张伟明就是笃定我不可能用这张卡的钱，才会故作大方地将它给我。这算盘珠子都快给他盘出花来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不再手软，拿着张伟明给的附属卡，点了一个1000多的单人餐。吃完豪华单人餐，又到负1楼的品牌护肤品店，刷了一套8000多的护肤品。等出来的时候，那张卡的额度还剩下20几，刚好够我再买杯奶茶解解乏。刚将卡刷爆，张伟明的电话就来了：“苏宁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立马回来，给我解释清楚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”我冷笑：“你狗叫什么？我要回去自然会回去。”闭上的狗嘴，骂舒服了。又逛了一圈商场，我才慢悠悠地回到家。婆婆和张伟明如同2个罗刹一般坐在沙发上等着我。张伟明伸手就要来抢我的购物袋，被我躲开后，他急得破口大骂：“苏宁，我看你是疯了，居然拿着我的卡去乱刷！我命令你马上去退了，然后把钱还给我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我气笑：“还钱？当初是谁信誓旦旦地说这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这么快就反悔了？还是说你说话就跟屁一样，放了就忘？”张伟明没想到我还会回呛他，气得脸颊通红。站在一旁的婆婆黑着脸开口：“儿子，跟他离婚，这种女人不能留。”张伟明看了一眼婆婆，眼神里有些犹豫。婆婆似乎看穿张伟明的心思，哭天抢地地哀嚎起来：“你若不离婚，就是要妈的命！这种女人，除了会乱花钱，还有什么用？离了吧，凭你的条件，将来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”片刻后，张伟明点了点头：“好，那就离。”我强压着内心的激动，
开出条件，想离婚可以，孩子的抚养权归我，房子也归我，只要你们答应，这婚我就同意离。没等张伟明开口，婆婆先急得跳脚：“你想得美，几百万的房子你都敢要，谁给你的脸？”我淡定冷笑：“房子的首付是我爸妈给的，婚后张伟明只付了几个月的贷款，银行都有流水记录可以查，就算起诉到法院，也是我拿大头，我凭什么不能要房子？”张伟明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我：“苏宁，你算得那么清楚，是不是早就想跟我离婚？”我故作为难地皱眉：“只要你把你妈送回乡下，我们这婚也可以不离，以后一家三口还能好好过日子。”听见我这话，张伟明的脸色好转了一些。他这个人还有些大男子主义，若是知道我一早谋划好离婚，他一定不会马上同意。为了离婚能够顺利，我现在还不能彻底翻脸。他还以为我是因为婆媳矛盾在怄气，婆婆的脸色就更加难看。儿子，这种无用的女人留着是祸害，必须跟她离婚。张伟明还在思考，吃饱喝足，我已经犯困，没心思跟他们掰扯。你想清楚再来找我。婆婆铁了心要我们离婚，她一旦认定某件事，毅力强大的令人可怕，经不住她的折磨。很快张伟明再次来找我谈条件，他答应我的条件，他的条件则是不给抚养费。我同意了，以张伟明的性格，即便同意给抚养费，未来也很难从他手里要到这笔钱。我现在只想尽快跟他们脱离关系，彻底摆脱这俩毒瘤。很快，我们便签署离婚协议，去民政局办了手续。30天后，我按照约定时间早早来到民政局。张伟明跟他妈刘桂芬姗姗来迟，拿完离婚证，刘桂芬笑得满脸牙花子，她得意洋洋地盯着我发笑：“祖宗保佑，终于让我儿子摆脱你这不下蛋的母鸡。我儿子马上就要升职加薪，未来前途无可限量。也就你这蠢脑子，还想着跟我儿子离婚？没了我儿子，你这个连孩子都不能生的黄脸婆，还有谁要？”我惊讶地望着他：“不能生？你说谁不能生？”刘桂芬鼻孔朝天，满脸傲气：“少装糊涂！就你藏包里那体检单，我早就看到了。你卵巢功能早衰，连怀的机会都没有。”张伟明故作惋惜地望着我：“苏宁，你若是不作妖，好好跟我过日子，孝顺我妈，我也不会跟你离婚。说到底，还是你性格太有问题，看他那自负傲气的虚伪模样，真令人作呕。”正值上班时间，大厅里有不少来办事的人，在刘桂芬大嗓门的引导下，不少人都朝我们侧目看来。见有人关注，刘桂芬说得愈发起劲，颠来倒去都是那些话，说我不能生育，说我不孝顺他，他儿子才会跟我离婚。就她这样的女人，离了我儿子，她还想找第二春？做梦吧！以后就算他跪在我们面前求我们，也不会给他回来的机会。清朝都亡了100年了，他脑子还这么顽固不化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从包里掏出检查单展示在他们面前。你说这份体检单吧？刘桂芬瞬间来劲，看吧，我没说谎吧？她就是不能下蛋的母鸡。我笑了，为了让我妈去体检，我特地用我自己的名字给她登记信息，没想到被你们误会成是我的体检报告了。我妈都60岁了，不能生育很正常吧？刘桂芬愣了1秒，很快便反应过来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绕开她，直接来到张伟明的面前。或许是我的眼神太犀利，他下意识后退了1步。我继续逼近：“张伟明，真的假的重要吗？你口口声声说着爱女儿，却因为我没办法再生育，没办法给你们老张家创造个耀族，你就离婚。
说到底，你就是重男轻女，就你这样虚伪的渣男，看清你跟你离婚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我掷地有声地说完，周围立刻响起掌声。现在这时代，大家思想在不断觉醒，无论男女，只要是孩子，都是父母的宝贝。重男轻女的陋习已经不被大众认可，因为重男轻女而离婚，更是会受到大众的谴责和诟病。只有刘桂芬这种顽固不化还不懂。望着张伟明和刘桂芬在众人的鄙夷和唾骂之中灰溜溜地离开，我用力亲了亲到手的离婚证。那天回家，我故意跟张伟明吵架，用包包砸他，再把包包留在客厅。以我对刘桂芬的了解，她一定会偷翻我的包包，从而看到我提前放好的体检报告。以张伟明的虚伪，他即使心底渴望一个儿子，也不会在面上说出来。可刘桂芬不同，她若知道我不能再生，她一定会发疯，想尽办法劝说张伟明跟我离婚。只有张伟明主动想离婚，我才能轻松地拿到女儿的抚养权，最大限度地确保我的权益。现在，我终于摆脱那苦难的婚姻，确定要离婚后，我就搬回父母家。张伟明说他公司最近业务忙，让我给他点时间重新找房子，夫妻一场。我也不想做得太绝，同意了他的要求。领完离婚证都过去1周时间了，张伟明那边还没有动静。我找个周末时间回了一趟家，打算跟张伟明谈一谈腾房的事情。才到大门口，就听到里面嘈杂的争吵声，张伟明的怒吼声传来：“你不是我妈，你是我克星，是张家的扫把星。”刘桂芬跌坐在地上，红着眼，哭得委屈。现在金价这么贵，那尊金弥勒纯金的20多万，用金包银的才5000多块钱。我求了那老板很久，他答应给我用最好的工艺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，就算拿火烧也没用。我也是为了你好，那么好的工艺，金包银不是一样好看吗？何必花那么多钱？听到刘桂芬的解释，张伟明气得猛扇自己巴掌：“我被你害惨了，你懂不懂？天天省这个省那个，为了占点小便宜，你把我前途都给毁了。若能升职成功，增加的可不止每月几千块的工资，在公司还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利。他的工作原本就是个肥差，却一直被上级压着，没有机会发展。难得他的上级走了，眼看着就要熬出头，就被他妈这样给毁了。20多万一下子出去，确实肉疼，可比起未来的利益，这些都不算什么了。张伟明是真的气急了，抄起一旁的花瓶就要砸刘桂芬。我大声叫道：“住手！这可是我的房子，真要闹出什么意外，我就成吃亏的苦主了。”两母子才注意到我，刘桂芬哭着朝我扑来：“宁宁，快救我！伟明疯了，他居然想打死我！”我冷眼盯着张伟明，将刘桂芬护在身后：“你妈做这些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替你省钱？你不感恩就算了，还动手打她，你就是这么做人儿子的吗？”张伟明暴怒地吼道：“他偷换我用来送领导的礼物，害我被公司辞退，我的事业全完了，你懂不懂？”我笑了笑：“工作没了就换一个，若找不到是你能力有问题，不要把帽子扣在别人身上。”不等张伟明反驳，我紧接着说道：“你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？怎么今天落你身上就不行了？”张伟明愣在原地。当初我在跟刘桂芬起争执的时候，张伟明说的那叫振振有词，如今这回旋镖打在他自己身上，这脸很疼吧？刘桂芬以为我在维护他，哭着要来拉我的手，被我飞速躲开。我将目光落在张伟明的身上，不客气地开口：“我给你们的时间够久了，差不多该从我家里搬出去了吧？
张伟明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我连工作都丢了，你怎么还这样对我？我轻轻一笑，你丢工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房子是我的，我要我自己的房子没问题吧？张伟明突然开口，我反悔了，我不想离婚，这房子我不搬，觉得能升职加薪，马上飞升人上人，就可以离婚。现在眼见升职没戏，被公司辞退，就想赖上我，我气得发笑。张伟明，你真的当我是回收站吗？什么垃圾都收！张伟明气得脸颊涨红。苏宁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难听吗？原本还哭哭啼啼的刘桂芬笑着跟我开口：可可那么小，不能没有爸爸吧？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该为孩子考虑。咱们现在去把离婚证给换了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我一定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对待的，好不好？妈是过来人，单亲日子太苦了，你得信我才行。他们不仅当我眼瞎，还把我当傻瓜哄呢。我冷眼直视刘桂芬，真当以为你对可可做的那些事，我都不知道吗？她才5岁，你就让她洗碗，还让她用冷水洗澡。有你这样的奶奶，她的人生才会不幸。被我拆穿后，刘桂芬非但没有悔过，还一脸不屑。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也没见谁家有问题。她一个女娃娃有这样的条件，已经很好了。我冷下脸质问刘桂芬，所以她就应该在出生的时候被扔到马桶里溺死吗？我不想再跟这对母子纠缠，直接让物业安排保安上门。谁知道这俩人居然跟我耍无赖，无论怎么折腾，他们就是不搬家。刘桂芬直接躺在大门口，嚣张地说：有本事就把我抬出去。物业十分无奈，他们没有权利强行清退，只能让我自己想办法。原本不想闹得太难看，他们母子非逼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表哥在担保公司工作，他们对于腾退有问题的房子多的是手段。得知我的情况，表哥让我跟他签一份租赁合同。第2天，表哥安排的2个彪形大汉就带着跟我签的租赁合同和房产证复印件强行入住。起初张伟明还想耍横，被大汉跟拎小鸡一样拎起来甩了甩后，脑子立刻清醒。刘桂芬还坚持不搬，那2个大汉也不动他，只是他们朋友多，每天都有人来家里喝酒聊天，晚上喝到半夜不让人睡觉，白天留下一地垃圾等着刘桂芬清理。不到1周的时间，刘桂芬就熬不住了，收拾好行李灰溜溜地跑走。等两母子搬走后，我又让表哥安排保洁将我家里从头到尾清理一遍。我担心张伟明不死心，直接将房子挂出去售卖。为了尽快收回资金，我的挂牌价比市场价低了10几万，来看房的人不少，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卖了出去。这期间，张伟明找了我无数次，我拉黑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他根本找不到，只能不断跟身边的朋友打探我的消息。得知我为了躲他，直接带着孩子和父母出门旅游，他才彻底死心。后来我听朋友说，他在被辞退后，并没有积极找工作，而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到股市之中，不仅把所有的积蓄投进去，还贷款借了很多钱，想靠着股市翻身。只可惜这波牛市的繁荣现象只维持极短的时间，张伟明因此输得血本无归，还把刘桂芬养老的钱全都输了，自此彻底颓废不起，天天躺在家里酗酒度日，连累刘桂芬到了退休的年纪，还要进厂打工养儿子，替他还债。原本风光无限的两母子，现在成了村里最典型的反面教材。为了避免被他们惦记上，我拿着卖房的钱，又买了一套新房子，彻底跟张伟明断了联系。往后余生，
我只想好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孝顺好生我的人，照顾好我生的人。